以军完全占领哈马斯位于加沙北部的军事权力中心。英国成为乌克兰首个安全保障国，与乌克兰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保障协议。为反击俄军制定的2024到2026年追加占领乌克兰领土计划，乌军领导层提议再动员45到50万士兵进行抵抗。日本武器出口政策大转变，将为美国转移爱国者成品导弹。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胡扎姆·阿萨德表示，胡塞武装正在其控制区内进行全面动员。世界首艘超大型无人水下载具虎鲸正式交付美国海军使用，美军的海洋作战能力将步入新的领域。美国提议将遭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移交给乌克兰，德国首次考虑没收7.2亿欧元俄罗斯冻结资产。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美国 B-1B 紧急迫降加手纳空军基地，精彩资讯即将开始。12月20日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利表示，以军已经占领了哈马斯行政和军事权力中心，位于加沙城中心的巴勒斯坦广场。在近段时间，以军对巴勒斯坦广场附近区域展开了连续的地面行动，消灭了6000余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并完成对这片区域的控制。同时，以军还在该区域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地道网络，连接着哈马斯武装人员的藏身处、办公区以及哈马斯高层的住所。在当地时间12月20日晚，以色列发布战况通报中显示，以军在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的目标展开了地面攻坚攻势，并将战斗区域扩展到加沙北部代赖季和图法河2个区域。而在加沙南部，以军还突袭了哈马斯成员位于汗尤尼斯的住宅。目前，以色列与美国国防部长已经达成一项共识，以军将在下一阶段采取小规模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更精准地打击哈马斯指挥官与成员。按照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说法，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正在过渡到下一阶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加沙居民与武装分子区分开，减少加沙居民的伤亡。但坏处也有，这意味以色列想要达成目标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恐怕不能速战速决了。目前，以军已经完成对加沙北部的包围，并占领了哈马斯的权力中心。下一步，以军可能会以加沙城为中心，加强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肃清。而在南部地区，以军将加强情报收集，然后对哈马斯和被关押人员进行精准定位，搜寻哈马斯高层的藏身之处。在加沙北部完成对哈马斯的肃清之后，以色列可能会让南部的居民有序地转移到北部，此后再对南加沙地区进行肃清。12月20日，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报道，英国成为首个乌克兰安全保障国，将在北约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报道称，尽管美国和欧盟没能就援乌610亿美元和500亿欧元达成一致，但英国还是决定成为首个与乌克兰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国家。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打算在未来几周内与乌克兰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保障条约。新条约将指出支持基辅抗击俄罗斯的目标，以至于安全保障的具体内容则涉及海军合作、情报共享以及增加武器供应等等。新条约可以看作北约强化乌海军的后续。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将强化乌克兰在黑海方向的防御能力，并承担为满足乌克兰军事需求提供资金的义务。同时，新条约还正式启动情报共享机制。此外，条约包含了乌克兰军人继续在英国接受训练的内容，甚至还有战后安全保障措施，要求英国在特定情况下自动增加武器供应和重新实施制裁。过去半年里，乌克兰一直在与大约30个国家签署类似的安全保障条约，并进行谈判。不过，按照最初的计划，应该是美国先与乌克兰签署类似文件，其他国家则是效仿美国。但是现在的美国还无法保证为乌克兰提供2024年的财政援助，自然也无法签署类似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决定站出来，占领美国空出的领导者位置。就火力军来说的话，在美国2024年对乌财政援助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英国这一举措尤为重要。为反击俄军制定的2024到2026年追加占领乌克兰领土计划，乌军领导层提议再动员40到50万士兵进行抵抗。据此前的报道，俄罗斯计划在2026年之前占领乌克兰。
为此，12月19日在乌克兰召开的长达2小时的年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透露称，乌军领导层提议再动员45到50万士兵，不过该提议尚未得到他的认可。泽连斯基认为50万是极大的数字，征兵又是高度敏感的问题，而且动员也将耗资134亿美元，这意味着每6名纳税人就要资助1名士兵，再加上届时战场会有100万乌军，如何轮换、复员、保持士气等问题都需要研讨。因此，该提议想要实施，还需要更多的论据来支持。而当被问及是否会签署一项关于动员27岁以下男性和女性的法律时，泽连斯基说，他不支持征召女性，但动员25岁以上的男性则是必要的。除此之外，在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还透露称，乌克兰计划在2024年生产100万架无人机，并为新一年的战争加强武器生产，从而应对来自俄罗斯方面的炮火打击。乌克兰有能力实现吗？从泽连斯基的表态来看，乌克兰是非常重视无人机发展的。而且，据此前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奥列克桑德尔·卡米申的透露，如今的乌克兰每月已经可以生产数千架无人机，但其目标是每月生产数万架。乌克兰总理施米哈尔也表示，已有200多家乌克兰公司开始研发无人机，推动了产量的大幅增长和技术创新。这有了无人机的加持，乌军在战场上的应对策略将变得十分灵活。他表示，乌克兰收复全部领土的战略目标从未改变，至于有无和谈的可能，在年度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称，只有俄罗斯准备接受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等条件，乌俄之间的谈判才有意义。但就目前而言，尚未看到这种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让乌克兰以不包含俄占领土形式加入北约，对乌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乌方不承认俄罗斯对乌部分领土的占领。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在记者会上称，俄乌冲突何时结束，无人知晓。虽然目前乌克兰处境艰难，但他不认为乌克兰面临被俄罗斯击败的可能。对于俄罗斯2024到2026年占领乌克兰领土计划，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没有实现占领乌克兰全境或者整个顿巴斯地区目标的能力。乌军的反攻在黑海方向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俄黑海舰队失去了对乌克兰附近海域的绝对控制权。面对泽连斯基的发言，12月20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乌谈判目前不现实，因为没有和谈的基础、依据和先决条件，更何况乌方已立法禁止与俄方谈判。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所说的和平方案是荒谬的。乌克兰试图在没有俄方参与的情况下寻求和平，这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果。说一下战场动态，据乌克兰发布数据显示，俄军损失新增890人。从数据看，俄军的进攻强度有所降低，可见连续3日单日损迁过千人，让俄军缺乏足够兵力和装备继续进攻。不过2024年俄总统大选在即，为了献上礼物，俄军依旧在不断发起自杀式进攻，甚至20日晚间，俄空天军还使用导弹和神风敢死队无人机对乌军后方的设施实施了火力破坏，其中动静最大的战区在赫尔松第聂伯河前线。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军连日来击退了俄军对克林基地区桥头堡的8次大规模袭击。如今乌军正继续扩大桥头堡，定期将越来越多的部队转移到左岸。此外，乌克兰总参谋部还表示，俄军炮弹耗尽，不得不使用北韩劣质炮弹。这些炮弹往往存在缺陷，有时会损坏大炮和迫击炮的炮管，甚至造成自身受伤。而其他战区虽然过去1天里俄军同样发生了不计代价的进攻，甚至在某些地区取得几百米的进展，但付出的代价却极其昂贵。相信乌克兰会跑完这场马拉松，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日本政策大改变，将为美国提供成品武器，甚至有望为第三国提供武器。这一举动将直接改变日本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12月20日，日本决定向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包括爱国者3型与爱国者2型，这是基于美国企业授权在日本生产的。对于美国来说，日本能出口成品武器，能够缓解美国本土工厂的压力。此次提供的爱国者导弹可以用来补充美国的库存。在乌克兰准备应对俄罗斯空袭的当下，这些移交的武器可以让美国更灵活地向乌克兰运送先进防空系统。除此之外，位于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同样需要美国援助先进防空系统。在1967年，日本提出了武器出口3原则，后又在2014年将其修改为防备武器3原则，
规定了日本不能在违反日本结缔的条约或其他国家承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及针对冲突当事国等3种情况下对外提供武器装备。从对美国出口导弹零部件与英国联合研发战机空空导弹，再到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提供海上巡逻船，以及对乌克兰提供军用头盔和防弹背心，日本正不断改变对外出口军事装备的限制。日本打算在近期修改在操作指南，在修改指南后，日本就可以向专利持有国出口导弹等武器成品，并且根据草案，日本还允许通过美国向其他国家转让武器，比如与乌克兰相邻的波兰等国。毕竟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欧洲各国都需要加强军备。不过在向第三国转让武器的时候，需要先经过日本同意，而接收武器的国家也不得处于战争状态。其实这项草案还是美国提出来的。在今年8月份，拜登在戴维营峰会中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在上个月的旧金山峰会上，美国又再次提出了这项建议。目前，日本自卫队装备品中授权生产品有79种，其中来自美国的有32种，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7个国家，合计有47种，具体包括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和武装直升机与英法德的榴弹等。另外，在日本修订草案中还有一项重要变化，对于类似乌克兰这种正在遭遇俄军入侵的国家，日本将可以提供没有杀伤力的装备。显然，这是在为一些事情做准备，比如日本常态化援助乌克兰。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12月20日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胡扎姆·阿萨德表示，胡塞武装正在其控制区内进行全面动员，目的是为了前往加沙地带支援哈马斯武装组织的抵抗行动。为此，也门胡塞正在训练伪装人员。目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在加沙地带的战事爆发之后，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及附近水域的目标。在这段时间内，已经有多艘商船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航运公司只能选择暂时避开红海航线。为了保障红海商船的安全，12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将建立一支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护航部队，开启代号为繁荣卫士行动的护航任务，主要在红海与亚丁湾进行安全巡航，目的就是针对胡塞武装不断发起的袭击行动。在这场倡议发布之后，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舌尔以及西班牙等国将加入美国的新任务，其中一些国家在红海与亚丁湾海域进行联合巡逻，另一些国家将提供情报支持。为了应对美国成立的海上联军，胡塞武装也采取了对应措施。除了继续袭击海上目标以外，为了帮助哈马斯武装在加沙地带的行动，胡塞将开始进行全面动员，在其控制区内的所有省份开设训练营。胡塞武装表示，目前已经有数百万人自愿学习军事技能，已经有不少人从训练营中毕业。对于这些训练完成的人，胡塞武装表示，如果条件成熟，将向加沙地带部署士兵。据自由时报21日报道，美国波音公司20日表示，已经向美国海军交付了第一艘虎鲸超大型无人水下载具。波音海事和情报系统副总裁安·史蒂文斯强调称，该载具由于体积与吨位都高于现役水下无人载具，且具有远程自主航行和巨大的有效负载能力，称得上是当今世界最先进、能力最强的水下无人载具。美海军在接收该载具后，可以使其执行包括猎雷、水下探测等任务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据公开资料显示，新开发的虎鲸水下载具舰身长度16米，重量80公吨，并可依照任务内容加装不同模块设备。动力来源为柴油发动机和锂电池混合动力，最高航速8节，最大航程12000公里，可深潜3350米。它是美国海军首艘该类型潜舰，具备完全自主作业能力，能在海中执行任务长达数个月之久。与传统的水下载具相比，在搭配遥控和人工智能操纵模式下，虎鲸比一般的水下载具更优秀，能更好地执行的擎肩侦、反潜战、特种作战、水雷对抗等任务。如在布雷任务中，虎鲸更难被敌人发现，可以将水雷运送到更靠近目标区域的位置，以获得更有利的态势。其大体量和无人化特性为美海军提供了一种海上阻塞封锁和关闭敌方港口、造船厂和海上商业的新方法。
甚至在未来，虎鲸还可能会深入敌方沿海地区，实施水雷战，并破坏敌方海军行动和航运自由。目前，第2艘同型潜艇正在建造中。不过，美国的 XLUUV 计划也并非一帆风顺。美国政府审计署去年9月就指出，美国海军80吨级特大型水下无人载具开发案进度严重落后了3年，而且超出了原先预算的2.42亿美元。按照2023财年美国海军的成本数据显示，这5艘水下无人载具原型加上测试载具，最新成本估计为6.21亿美元，且预计会在2024年2到6月交付全部合约的5艘 XLUUV 舰艇。12月20日，塔斯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提议通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将遭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移交给乌克兰。《金融时报》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私下提出对俄的反制措施，其中一项是提议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移交给乌克兰，同时将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的国家算在受害国里头，并将被没收的俄资产称作俄应在冲突结束后向乌方支付的战争赔款之预付款。据报道显示，7国集团、欧盟和澳大利亚总共冻结了2600亿欧元的俄资产，其中2100多亿欧元处于欧盟控制下，美国有46亿欧元。目前该提议还只是提议。报道指出，俄罗斯央行的资产是受国际法保护的，没收这些资产可能将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严重后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盟官员也解释说，美国掌握的俄资产金额非常有限，而欧盟则可能因此失去更多。但现在不一样了，据《金融时报》报道，德国联邦检察官彼得·弗兰克向法兰克福高等地区法院提出动议，要求没收7.2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纳入国家预算。要知道，到目前为止，即便有很多国家都冻结了俄罗斯资产，但也仅仅只是冻结，是允许俄罗斯保留所有权的。而如果德国这操作能顺利继续下去，那绝对是开了先河，为其他国家处置俄罗斯冻结资产开了个头，可能会引发多国效仿。届时真不知世界经济会是一副怎样的场景，而俄罗斯恐怕会直接顶不住，毕竟其国内正陷入鸡蛋恐慌。有俄罗斯退休老太连线普京，抱怨鸡蛋价格，称鸡蛋的价格已经从180卢布涨到了220卢布，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价格呀？可怜可怜退休人员吧，我们没有100万卢布的退休金。虽然12月18日，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发表公告，决定对俄罗斯进口鸡蛋实施零关税政策，有效期为2024年1月1日至6月30日，能够确保俄罗斯从土耳其、伊朗等国进口与国内生产成本相当的鸡蛋，来稳定鸡蛋价格上涨和避免可能的短缺情况。但进程是缓慢的，万一这时候真的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没收，其国内情况可想而知。12月20日，日本冲绳时报报道，当地时间晚间8点45分左右，美军 B-1B 紧急降落在冲绳县的加手纳基地。降落时，消防队等人员已在待命。降落后，由专门人员检查机体。日本琉球新报也报道了这个消息，只是紧急降落的原因不明。不过，据韩国媒体报道，针对朝鲜12月18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日美韩3国在12月20日与 B-1B 进行了联合空中演习。参加演习的 B-1B 与加手纳基地降落的飞机是同一架，这架 B-1B 隶属于美国南达科他州艾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随着朝鲜半岛对峙升级，美国再次出动 B-1B。12月20日，韩联社报道，美日韩举行联合空中演习，韩国空军的 F-15K 战机、美国空军的 F-16 战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等参演。这是美日韩今年第2次举行联合空中演习。同时，美军 B-1B 再次飞临半岛。不得不说 ，B-1B 是真的忙。2023年2月和3月时 ，B-1B 也飞临半岛，8月还赴韩参加韩美以之自由护盾联演。这次联合军演当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次演习的目的是加强3国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12月19日，韩国国防部就宣布，美日韩3国军方正式启动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以协同应对朝鲜发射导弹。关于本期资讯，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